从西西到不西西，超绝5小时，哈萨克斯坦入境俄罗斯。快上车，一起跟主播看看是怎么个事儿。本来还在阿斯塔纳美美睡大觉，结果一查手机发现哈萨克斯坦免签，只能待14天，就赶紧快马加鞭地往哈俄边境赶。结果一出境后再一查，怎么都是30天，严重怀疑有人篡改了我的记忆。不过该说不说，从阿斯塔纳出来的小天一直都很不错，开出去100来公里，还都是这种小嘟嘟云的天。没想到马上就要离境了，开始疯狂地丰富我们的经历。先是遇见全自助收费站无法识别我们的车牌，就给他一些钱。多亏后车的哈国大哥帮我们沟通，甚至还帮我们付了钱，这才顺利的通过。多少钱也不知道。60。然后饥肠辘辘的我们就路过了这个叫 Barry Bay 的小镇，远远看着它这个大招牌，就跟好莱坞似的，想的怎么着也有一个美丽的海湾，可以吹个小风，野个小餐，美滋滋的来一顿。他说2腿，凉的，然后跟跟那泡面上吞吞。兴高采烈地安排午餐，差不多嘛。结果发现根本没地方吃。想着行吧，那就这样往彼得罗巴夫罗夫斯克继续赶了。结果没想到，最终的最终，还是被警察叔叔拦住了。离老远就看见马路中间站着个人，离近一看是交警在挥舞他的指挥棒，说时迟那时快，正正好好的拦住了我们的车。根据之前查攻略的经验，心想完了，肯定是要讹钱。结果在看了我们行驶证、驾驶本和对应的翻译件后，竟然说没有问题，让我们走。那一瞬间，简直是喜上眉梢，喜出望外，喜结连理。刚开走就发现他又迅速的拦下了2辆车，这工作热情应该是刚入职没多久吧。赶紧找了一大片向日葵花园，平复一下刚才大起大落的心情。不管怎样，最后还是顺利到达了彼得。武力充沛。纵使背包一身牛劲使不完，但是明天还要早起通关，就要早早睡觉了。Tomorrow， 看他蹭的，一定是太受欢迎了，被当地居民一再挽留。今天我们是要计划进入俄罗斯了，结束我们第2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呢？还有小无人机，希望他们能对我们好好的。会的。然后让我们的小无人机也成功入境。行，就是车翻了，快出。结果越往边境开，这个车越来越多，但是路却越来越差，哆哆嗦嗦的走了得有5公里，车抖得跟那移动迪厅似的。终于到了啊！好多人。看了一下，前面还有23辆车，不知道要等多久。可以说是纹丝不动。从这边排队，然后往这边出关。这块有个小房子，这儿可以买保险。我看还有很多俄国或者是哈国的人就在这儿直接换汇再买电话卡，买完回来依旧纹丝不动。然后排队的尽头就是厕所，防止大家害羞憋尿。周到。 1 hour later， 给了个小白条，应该要等到下一波就能进去了。关键了，他得意的太早了。从哈萨克斯坦出境出来了吗？还行，就是3块，先是人的护照出境，然后车辆的检查，他反正是抽查，箱都打开了，但是没有让都拿出来，对不对？前面的人的对，前面这车都都腾空，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琴盒，然后让它自己在裂缝然后他就简单问了一下，说有没有携带武器弹药，跟他说没有就结束了。在那儿呢？要进入那个俄罗斯，即将驶入另一行政区域，不知道什么样。马上就让你们见识见识。2000 years later， 今天早晨8点半左右出发的，现在已经现在下午3点20了。过了5个半小时。主要前面排队排得比较久，哈萨克斯坦那边排队排了1个多小时。俄罗斯这边人过关特别的慢，我们等了一辆塔吉克斯坦的大巴上的人都过了之后，我们才对他们那个也都一个一个进边上那个小黑屋，一个一个问。其实
轮到我俩问的时候也就问了5、6分钟，但因为前面有20-30号人，就等了2个小时。千万别赶在大巴后面，别赶在国外的大巴后面，他们本地的和哈萨克斯坦都还行。比较快，正常哈萨克斯坦那边过边检就15分钟就过来了，刷刷的就。然后这边其实要是刨掉那2个小时，总共也就10几分钟也就全部完事了。对，其实问没问题的，你问多久？行，我们现在解锁第2个外国了，到俄罗斯了。没想到入境俄罗斯给我们第一大震撼就是接连遇到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你看啊，哇塞，哇，就出车祸了，有个车都撞到底下去了，你看。那么狠，这么严重？估计后面这几个是保险公司的。哇塞，几车撞了，太严重了。我操，有个车都没了。知道俄罗斯人开车猛，但是没想到这么猛。好在有惊无险的到地儿了。现在在俄罗斯的一个边陲小镇，叫库尔干的郊区吧。对，这边是走哈萨克斯坦进来的第一个城市。这边有个超级大的宠物医院，后面是标准的赫鲁晓夫楼。它这个小镇感觉很粗犷的感觉，这儿蚊子巨多。对，它这好像是湖。在宠物医院门口还遇见了帮派纠纷，打得热火。干嘛呢？那饮料呢？这是俄罗斯版可口可乐。去取咱们的 kebab 卷。进入哈萨克斯坦之后，就一直在吃各种土耳其卷，不要吃到土耳其吧。有土耳其卷你就知足吧。哇，那边过去夕阳更好看。加州日落。今天入境俄罗斯了，来尝一下。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俄罗斯买不着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但是俄罗斯有自己的可乐，你听听这声音。这还挺足的。对呀，闻着也一样。买的是无糖的。一个味儿。一个味儿。不错不错。这是我们订的高校酒店。这咋？俄罗斯大皇宫。奢华。行了，睡觉了。